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小珍，欢迎收看今天英文翻译课程第4次播出。上次我们谈了翻译的标准，今天我们进一步来谈谈直译与意译。首先介绍一下跟我一块主持节目的 Charles 老师。Hi Charles。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魏哲的，谢谢你们观赏。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今天看今天的这个翻译原理部分 Part 1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Hi Charles, how do you say 直译与意译 in English? Now there's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所以我们看看通常我们说听到有关于这个直译与意译，那么怎么区分呢？直译我们说 literal translation 就是指译文符合原文的语言结构，几乎是逐字来翻译。那这种翻译对原文是很信实、很忠实但有时候呢，它会忽略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往往会显得好像生硬不顺，没有办法做到达的标准。那有时候呢，这种方法被批评成为是一个硬译、死译所以直译就是要求表达原文字面的结构与含义。那这种在译文跟原文在形式上的相似，我们说 resemblance in form。那么什么是意译呢？意译 free translation 就是说译文以相当自由的方式，不受原文语言结构啦以及字面这个意思的这种束缚，那帮原文的内容意思表达出来。它比较偏重要去符合译入语的习惯，还强调达的标准，所以译的效果是比较清楚、比较明白。但是呢，对原文的忠诚度可能会减弱，所以意译它强调译文与原文在内容上相似 ，resemblance in text。英文句子译成中文的时候，有的时候直译与意译非常类似我们来举些例子，让魏老师念英文，我来翻成中文，我们试试看。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experience. 这个句子我们直译跟意译都是一样，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来翻，它是个很有趣的经验几乎是一字对一字的，这是一个直译意译都可以的。看下一句。He lived a rural life. 他过着乡村生活，几乎每个字都对起来了。好，直译意译都一样。我们再看一句。The farmer scattered the seeds. 农夫播种，你看到没有？每个字都对起来了这是直译跟意译的方法。The children swarmed into the zoo. 孩子们蜂拥进入动物园，每个字都对起来了。这直译意译他们怎么译，这两个方法都是类似那么这些句子当中，我们刚刚看了几乎是 word for word， 一个字一个字，那译文跟原文意思一样，很清楚明了，可以说呢既信又达。可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译文和原文都可以做到既忠且达我们举个例子看看，它就要区别了，是要用直译或者意译。我们看这一句 Let's go Dutch. 如果直译表面上来看，我们去荷兰的，就听不懂什么意思了。这个状况我们叫意译，把意思翻出来，意思是我们各付各的去餐厅吃饭大家各付各的 Let's go Dutch。 好，下一句 Love me, love my dog. 这也常听到讲那照字面上来说的话，爱我爱我的狗好像不大清楚那我们用意译讲，看看你是不是比较了解。爱屋及乌这我们都了解了。好，再看一句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我们先直译看看，照字面来翻，同羽鸟feather 是羽毛嘛， flock together 相聚集，飞在一起，有没有比较好的意思呢？我们用意译来试试看，物以类聚或者臭味相投这个我们就比较清楚，所以意译就胜过了直译。好，我们再看一句
I always have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before an examination. 好，我们现在做一遍直译，一个字一个字来看看哈。在考试前，我总是有蝴蝶在我胃中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照字面上译，真的看不懂是翻的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来译译看看哈。考试前我总是非常紧张，胃里面有蝴蝶，很不舒服，很紧张的意思哈。好，我们看下一句。If he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not run for mayor, it would pull a rabbit out of a hat. 我们先把字面上来翻翻看，直译一下。如果他宣布不竞选市长，他将是从帽子里拖出一只兔子。哎，这个有点怪怪的哈。什么叫帽子里拖出一只兔子来呢？还是不是很清楚，我们来译一下，把意思翻出来。如果他宣布不竞选市长，就会令人惊讶了。我们想想看，很多魔术师在变的时候，把帽子里面会拉一只兔子出来，就让人非常 surprise， 很惊讶哈。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哈，有些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可以同时使用直译与意译两种方法。你觉得用直译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你就要用意译了哈。我们刚刚看有一种是全部直译，意译完全类似；那一种是说他用这个直译不清楚，要用意译。那什么时候用直译意译呢？我们另外举例子，在一个句子里面，你可以选择一部分你用直译哈，一部分用意译，就把意思讲清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When she gave the speech, she was on pins and needles. 我们来翻翻看。当他演讲时，哎，这是直译哈。When she gave the speech， 一个字一个字翻出来。下面说他很紧张，这意译了。原文是说他好像是在针哈，这个 needle pin 是小针头上，那我们就说他很紧张，这是意译。所以把两种方法都放在一起。再看另一句。I walk on eggshells around her to make certain I am always welcome. 我们来试试看哈。我小心翼翼的在他身边。什么叫 walk on eggshells？ 同学 ，eggshells 就是蛋壳，非常小心，怕把它踩碎，对不对？所以就是意译说，诶，我小心翼翼的哈，这个直译就不好了。那么下面一句，以确定自己总是受欢迎的，这就直译了。所以把两种方法都放在一起。再看一句。I know you're angry, but don't start with me. I've had a bad day. 我知道你很生气，哎，这是直译哈，但可别找我出气，我今天也过得很不顺 ，I had a bad day 哈，那就把意译翻出来，就是我今天一个很不好的天，这样翻也不是很好，所以我过得很不顺，意译出来就好了。好，我们看下面。The new air base has proven to be a white elephant. 来翻翻看，新的空军基地已证明是，好，这个都可以用直译，一个字一个字翻出来。下面说 to be a white elephant， 花费昂贵而全无用处，这是意译，就是说古时候那个象是白色的象，很珍贵，可是呢用途不大，就是说花费很昂贵，可是没有用来修饰这一个新的空军基地。所以我们看一下，你把直译跟意译同时放在一起了。After Mr. Wang delivered a speech, we all gave him a big hand. 好，这是我们常常说的哈。王先生演讲后，这直译，我们说let's give him a big hand， 我们跟他鼓励一下。字面是说给他一只手，这个不对了。我们意译说为他鼓励哈，为他鼓掌，这是常常用的。所以呢，我们觉得直译与意译哈，不必要坚持哪一者比较好。那其实它都是可以看状况而翻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如果你问我说直译跟意译哪一个比较优呢？其实我们说不必要坚持谁比较好，因为有些句子很显然它用直译就可以了哈，有些句子呢你一定要用意译，所以直译与意译两种方法应该是相互来搭用的，搭配使用。你要看上下文，要看体裁，看读者，看译文的词汇、语法、习惯等等哈，来做决定。总之，我们可以说哈，
译文首先要正确地表达出原文的内容，并求其很顺畅。至于形式的表达，可以列入第2顺位来考虑。好，现在我们到 famous quotations 中外名言部分。指鹿为马 Thinking black into white. 意思说你把黑色想成是白色啊，指鹿为马。好，下一个杯弓蛇影 Taking every bush for a bugbear. 就你把每一个树丛 bush 把它想成是个 bugbear。 What is a bugbear? It's like a ferocious, fearsome creature. 一些比较 Something like a devil. 让人很害怕的东西，像是 devil 一样，就是你那个看到一些树丛说，哎呀，有恐怖的东西，其实没有哈。这是一个我们这个英文这么说。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昙花一现。A 9-day wonder. 下一个，防范未然，未雨绸缪。To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nip 说摘的意思哈，把一个东西摘起来，其实 in the bud 在花还没有开花蕊的时候把它摘起来，就是还没有开你就把它弄坏了，我们叫做防患未然哈，未雨绸缪。好，在下面，大海捞针。A needle in a haystack. 你看这图片有一支针在一个很多的这个稻草里面哈，要找它确实很难找到哈。好，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中外名言部分。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s。 Hold it. 等等，不要动。 Bite. 咬，一口之量。 Parrot. 鹦鹉。 Sign. 招牌。 Remind. 提醒。 Unlikely. 不可能。 Best to play it safe. 不要冒险。 Familiar with. 熟悉。 Dumb. 哑的，不会说话的。 Creature. 生物，动物。 Stuff. 填塞，使吃得过饱。 On purpose. 故意。 Readily. 容易的。 Never ending. 无休止。 Struggle. 挣扎，对抗。 Scales. 刻度，秤。 Snap a picture. 快照，拍摄。 Press. 按，压。 Button. 按钮。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绘画的单词部分。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 dialogue 英文的绘画。Hold it!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last few bites of my hot dog I can't finish, so the parrot over there can have them. Not a good idea. See the sign? Oh yeah, thanks for reminding me. It's unlikely to eat the meat. But what bird doesn't like bread? Best to play it safe. The keepers are familiar with them and what they should or shouldn't eat. No argument about that. And maybe these dumb creatures can tell what's good for them better than we can for ourselves. The only time they ever get fat is when people stop them on purpose. Which we readily do to ourselves. I face a never-ending struggle trying to keep the scales down. Same here. Hey, can you snap a picture of me by the tiger sketch? If I can remember how to word this thing. Just press this button when I tell you. 好，我们刚刚看到同学在动物园里面的一些对话，那真的是不要随便喂食给那些动物哈。那我们自己人这个人也是吃东西要小心一点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中文的部分。
Hold it.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last few bites of my hot dog I can't finish, so the parrot over there can have them. Not a good idea. See the sign? Oh yeah, thanks for reminding me. It's unlikely to eat the meat. But what bird doesn't like bread? Best to play it safe. The keepers are familiar with them and what they should or shouldn't eat. No argument about that. And maybe these dumb creatures can tell what's good for them better than we can for ourselves. The only time they ever get fat is when people stop them on purpose. Which we readily do to ourselves. I face a never-ending struggle trying to keep the scales down. Same here. Hey, can you snap a picture of me by the tiger sketch? If I can remember how to word this thing. Just press this button when I tell you. 好，就是那个 snap 照相快照哈。Charles, what does the sign say? Do not feed animals. Do not feed the animals. 动物园都说你不要随便喂食 ，Do not feed the animals 哈。好，我们现在看一看这段绘画的问答部分。Where does this conversation take place? A. Convenience store. B. Jungle. C. School. D. None of these. 我们看 none of these 应该是在一个 zoo 里面哈，比较类似。好，我们看下一题。What is the chief topic of this conversation? A. Entertainment. B. Nutrition. C. Photography. D. Travel. 应该是 B 哈 ，nutrition 他们讲营养食物。What does the woman show the man? A. Camera. B. Movie poster. C. Book. D. Snack. 应该是 A camera。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two speakers? A. They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a scientific expedition. B. They enjoy romantic films with not so much violence. C. They frequently experience unwanted weight gain. D. They have always been fond of raising animal pets. C 哈 ，They frequently experience 他们常常经历一些 unwanted 不是很想要的 weight gain， 就是体重增加哈，一直跟这个体重在抗争哈，东西不要乱吃哈。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来，我们进行 Part 4，Let's practice 句型翻译练习。把刚刚这个绘画里面一些句型我们拿出来，然后来做一些延伸的一些翻译哈。我们先看看例句。Oh yeah, thanks for reminding me. 哦，是的，感谢提醒我。我们要学 remind 提醒 ，remind 什么人 of 什么事情，使什么想起来哈。来，我们试试看做一句。谁能提醒我明天要去哪儿？ Can someone remind me where I should go tomorrow? Can someone remind me about where I should go tomorrow? 哪一个对呢？ First one. 好，第二个为什么错了？ About, that sounds like Chinglish. 我们刚才 remind of 比较好，你用 about，提醒我关于什么事？我们中文大概会这样讲，可英文它不是用 about 关于，它用 of 哈。它老是说像 Chin English 有点我们中国式的这个英文，这样不好，不到地。好，我们看有没有另外的翻法。Will somebody remind me where I ought to go tomorrow? 好，这个 remind me where 哈 ，I ought to 我应该去哪？明天去哪儿？啊，这样翻的不错。我们看下一句。这些好吃的食物让我想起了家乡。家乡我们讲 hometown。 The delicious food reminds me about my hometown. The delicious food reminds me of my hometown. 哪一个对呢？ We use of in this context. 老师在说用 The of， second one. 不 The 要 second 用 one. 不要用 about。第二个对哈。好，有没有别的说法？
The scrumptious dish brings back memories of my hometown. What does scrumptious mean? Means exceptionally tasty. 非常好吃的 tasty, exceptionally 非常好吃的食物，你可以学一个字叫 scrumptious， 非常比较难一点的哈。好，我们看下一个。The keepers are familiar with them and what they should or shouldn't eat. 饲养员对他们相当熟悉，并知道他们什么能吃，什么不能。我们看是 familiar with 熟悉的意思。来，我们做做看。你对这座古老的欧洲城市熟悉吗？ Are you familiar with this old European city? Do you familiar with this old European city? 哪一个对呢？ The second one sounds like Chinglish. 第二个就是好像中文式的英文。你看 familiar 是形容词，用 be 动词 Are you familiar？ 那 do 是用动词哈，这个 familiar 不是动词，不能用 do。好，这个不对了。那我们看有没有别的说法？ Do you know much about this old city in Europe? 好 ，know much about 是不是知道很多，就是很熟悉的意思哈，这也可以这样做。来下一句，我常来这里，所以相当熟悉这里的设施。怎么讲设施呢 ？Facility。好，我们来试试看。I come here very often, so I am quite familiar with the facilities here. I come here very often, so I am quite familiar with the facilities here. 哪一个对呢？ The first one. 第二个哪边错了？ Well, quiet is a different word 对 than quiet. 跟 quiet 不一样，很多人搞错哈。quiet 是十分 Q-U-I-T-E， 当你拼成 quiet， 不小心拼这样子的时候 ，quiet 是安静的意思，这边绝对不对哈。那 facility 请你注意，它用 facilities， 它用复数哈，比较好。这里的设施，好，我们看看有没有别的说法。Since I frequent this place, I know its facilities quite well. 好，这个字 frequent 就常常到哪去的意思哈，就是 you often go to 那个地方，那 frequent 常常去那很熟悉知道 quite well。好，这是我们做 familiar with 的句型。下面 And maybe these dumb creatures can tell what's good for them better than we can for ourselves. 也许这些不能言语的生物比我们还了解什么对自己有益。我们来做 better than， 比什么更好。他主修历史，所以对历史的了解比你还要好。He majors in history, so his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is better than you. He majors in history, so his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is better than yours. 哪一个对呢？ The second one's got the parallel construction. That's Okay. what you need here. 第二句是对，它有平行的结构。譬如说 ，so his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他对历史的了解是名词，比什么好呢 ？Is better than yours. Yours 等于 you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这是平行的结构。第一句就错了。你怎么可以把一个 you 跟主词来比呢？不对，要对历史的了解，两个名词互相比哈。所以第二题是对的。我们看另外的说法。With history as his major field of study, his grasp of it is better than yours. 好，我们看 major 哈，就是你的主修什么东西。当你说 field of study， 就是你学习领域哈，历史是他主要的学习领域主修。那么 his grasp 刚刚是用 his understanding， 那了解 grasp 也是可以的。好，我们看下面，没有什么比好好的泡个温泉更舒服的了。我们看温泉叫 hot spring， 来做做看。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a nice soak in a hot spring. There's nothing is better than a nice soak in a hot spring. 哪一个对？ First one. 第二个错了。我们可以学学看，泡个澡，对不对 ？Nice soak，soak 浸的意思，泡的意思哈，在温泉里面泡。第二句为什么错呢？你看一个句子只能有一个动词，前面 there's 等于 there is， 已经有意思了，后面这个意思不可以有，是多的。我们另外做做看。Nothing can beat a pleasant dip in some hot spring. 这翻得很好哈。这赢过叫 beat 打败哈。Pleasant dip， 我们 soak 浸的意思哈 ，dip。好，我们看下一句。 The only time they ever get fat
is when people stuff them on purpose. 他们只有在人们蓄意塞东西给他们吃时才会变胖。我们来学 on purpose， 特意蓄意。他心情很差时就蓄意烦恼他的雇主。When he was in a very bad mood and he annoyed his employer on purpose. When he was in a very bad mood, he annoyed his employer on purpose. OK， 哪一个错的呢 The first one's that and shouldn't be there.？OK， 第一句话你看是换子句 when 哈，后面不能够用 and， 这两个不可以连接，换子句要逗点，另外再做个句子，像下面第二句才对哈，那个第一个句型错了。好，我们另外做做看。He would get cranky and deliberately irritate his boss at times. 好 ，cranky 就是很生气的时候哈。那我们再看下一句。我是特地过来探望你体弱的父亲的。I came here on purpose to visit your weak father. I came here on purpose to visiting your weak father. 好，哪一个是对？ First one. 第二个有什么错呢 If you're going to say visiting, you should say for visiting.？OK， 如果说 for visiting 可以，但 to 要用原形，用 visit 就好了。来，另外做做看。I made it a point to stop by here and look in on your ailing father. 我们常说 stop by 哈，就顺便过来哈。那这边是特地过来。那么 ailing 跟 sick 一样，都病的意思。看下一句。Can you snap a picture of me by the tiger's cage? 你能帮我在老虎笼子旁拍照吗？我们要学 snap 拍照这个字哈。一个路过的行人把车祸拍了下来，行人叫 pedestrian。A passing pedestrian snaped a picture of the car accident. A passing pedestrian snapped a picture of the car accident. 哪一个对？ Oh, of course, the second one. 第一个 snaped 不对，还有 double p 两个 p，snapped 哈，不然老师念成就是变成 snape 不对了 ，snapped 要 pp 哈，ed。好，我们看看有没有另外的翻法。Someone who happened to be walking by caught the auto collision on film. 好，我们看车祸哈，可以讲 auto collision 哈，撞的 collision on film 就拍下来了。好，我们看另一句，摄影师帮我拍了张好照片。photographer 就是摄影师哈。The photographer snapped a nice picture of me. The photographer snapped nice picture of me. 好，哪一个对？ First one. 第二个有什么错？ In this case, you do have to have an article there. 要一个冠词 a nice picture 哈。好，我们另外来翻翻看。 The cameraman shot a really fine picture of me. 那个我们说摄影师 cameraman 也可以这样说 ，shot 就是拍照的意思哈。好，同学，我们今天学了不少一些关于翻译的原理哈，那也讲了很多这个直译啦、意译，那我们也看到影片蛮有趣的，同学演的也很好哈。在动物园里面，那这些这个 practice 部分你做了会不会呢？要用功一点，下次我们再见面再来谈谈看翻译的原理跟练习。拜拜。